千里姻缘一线牵，老哥帮你续缘。大家好，我是斌哥。经常有咨询者会问我，老师他不爱我了，我还有挽留的必要吗？我已经被全部拉黑了，还有机会复合吗？他还没有删除我，是不是还没有忘记我？这些问题有答案吗？老师也无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任何通过单一的行为判断对方复合意愿的行为都是一种不负责的表现。但是复合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复合无非就是把坏关系通过某种手段推进你们的关系。如果你想跟前任复合，但是又不知道前任想不想跟你复合，那么这篇文章非常适合你，记得先点赞收藏。老哥有10年心理咨询经验，见过上千的复合案例，在这期间也总结了一些经验。关于分手后看一个人想不想复合，一定会有一些技巧。可以肯定的说，想复合的人一定会给你释放一些信号，只是有些人很明显，有些人相对来说比较隐晦。如果你想要挽留前任，就要先学会判断前任有没有复合的意向，这样你才有更大的把握和信心追回前任。我能理解你分手后的焦虑和想复合的急切心情，也遇到过这样的朋友来咨询，因为不清楚前任的心理，不知道怎么做，是该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想放弃舍不得，想坚持又不知道怎么做，根本想不通对方的心思是什么。你觉得他不爱了，但是他留着你的联系方式，还愿意回复你的消息，总在你想要放弃的时候给你希望。你以为他爱你，但是他有时候绝情的态度让你寒心，对你敷衍的态度和不屑的回复让你越来越不明白对方的心意。其实前任的所作所为背后都有其深层原因，你可以通过一些细节解读女人背后的心理。如果你单纯站在自己的角度理解对方，可能会把对方的意思理解错了，也可能只是过分解读。分手初期你们的状态都非常糟糕，一方面你情绪不对，根本没有一个好的心态，另一方面你不了解对方的真实心理，所以反反复复，最后你也只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推断你们复合的概率，对方是否爱你。如果你真心想复合，就一定要想清楚，复合不是靠你单方面付出就能成功的，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一些聊天技巧和心理知识。关注老哥，点赞加收藏，支持一下，我会告诉你一些情感复合的干货和两性心理学的知识，帮你快速理清思维，缓和你们的关系。如果你不甘心现在放手，听我一句劝，无论你们当初什么原因导致分手，不管对方对你多么绝情，分手初期前任都会对你有些怨言，你不要把这些放在心上。记住，只要真心相爱过，你们就有可能重新在一起。划重点，想复合就不要做那个一直联系对方的人，你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你的态度将直接决定对方是否愿意跟你复合。不要因为对方的一些行为和语言而影响自己的心情，他对你态度绝情也好，有了新欢也罢，这些都不代表你们感情无法复合。感情是流动的，每时每刻都会产生变化。他做出一些不正常的行为时，你就要思考一下，他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复合呢？通常有以下这几个原因：一、情绪发泄，启动自我保护。在刚分手的时候，人都喜欢宣泄自己的情绪，有些人是醉酒当歌，有些人是逃避。发泄情绪很正常，分手后人的身体出于本能会启动自我保护模式。不管分手这件事谁是谁非，在他做出选择之后，他都不愿意承认自己这个决定有错，哪怕这件事做错了，他还是会暗暗告诉自己不要回头。所以伴侣分手后的一些行为跟对方爱不爱你没有太大关系。二、犹豫不决，权衡利弊。女人在做出分手的决定时，一定会重新考虑你们之间的关系。人的爱意是有限的，当他全心全意爱过之后，但是却没有得到回应，慢慢的他会不再期待，而你在他眼中也会变得不再有吸引力，他会妥协，会放手，会权衡利弊。面对你突如其来的热情，他会犹豫，会纠结，他害怕自己真心付出后依然没有回报。所以当他没有看到你的价值和你真实的改变，他不会轻易做出回头的决定。复合不是追求速度和功利，没有真诚的态度，坚定的选择，根本不会打动一颗已经枯萎的心。在复合的过程中，那些绝情的前任多多少少在分手之后有过犹豫和纠结，这时他们会释放一些想要复合的信号。到底哪些信号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根据老哥9年咨询经验，我总结了下面这几种，你可以做一个参考。如果你想做一些真实的复合概率测评，看看你跟前任还有没有机会复合，关注老哥，点赞加收藏，支持一下，也可以私信我教你挽回。一、频繁拉黑删除，但是不拒绝你的主动联系。有些人觉得被前任拉黑就没有机会复合了，如果你真的遇到一点困难就立马放弃，从来都不愿意争取，那你也没必要复合了。因为复合的过程中，你一定会遇到困难，如果抱有消极的心态，复合一定不成功。老师见过太多复合的案例，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90%的分手都经历过拉黑和删除，并且越是经历拉黑删除，说明你们越有几率复合。他为什么拉黑你？因为你在他心中的分量重。如果他不在乎你，根本就不会情绪激动。如果真的不爱你了，为什么会放弃？他会有原因。所以
拉黑就是多此一举的事。能让一个女人反复拉黑的人，一定是她爱的人。反复拉黑说明女人在纠结，说明不想面对，可能她现在承受的痛苦不亚于你，所以你不要用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埋怨对方无情。爱你的女人会频繁拉黑你，但是她也会给你留一些感情的出口，释放一些微弱的信号。比如，当你主动找她时，她愿意回复你的消息，她会在拉黑你之后一遍遍地看着你的朋友圈。女人不抗拒你的沟通，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不管回复你的时候有多敷衍，她说明她内心对你还保有一份留恋。但是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愿意回复你的消息不代表她愿意跟你复合。如果复合期间你做出一些过分的事情，过早谈及感情，对方很可能就会离你而去。2. 留着你们之间的信物。分手后最常见的行为就是不停地删照片、扔东西，把对方送给自己的东西统统销毁。为什么呢？害怕睹物思人，不想留着你们彼此的东西，不想因为看到这些物品而再次想起那些伤心的往事。忘记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物理隔离，不见面、不聊天、不联系，然后慢慢消失在彼此的世界中。所以但凡女人还留着你们之间的信物，就说明她心里还没有放下你。比如你们在一起的照片，你们曾经送礼对方的礼物等等。丢弃这些信物就意味着你们这段感情的结束，也是对方重新开始的标志。女人都很感性，舍不得扔的东西说明这里面一定是倾注了太多心血。女生可能在朋友圈或者一些社交平台暗暗展示只有你们2个人知道的动态，这时候你就要学会理解对方的言外之意。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判断女人内心复合的意愿，关注老哥，点赞加收藏，支持一下，也可以私信我教你挽回。3. 愿意跟你以朋友的身份相处。看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爱过的人是不可能做朋友的，因为见一面就心软，一拥抱就沦陷，哪怕再看一眼都想再次拥有。要知道，跟你做朋友只是一个幌子，他真正的目的是不跟你切断联系，而是想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你们的感情。但凡愿意跟你以朋友的身份相处的恋人，一定是另有所图，要么忘不了你，要么还想跟你复合。如果你能利用这一点，可能很快就会取得对方的信任，跟对方复合。一般这样的人都比较心软，重感情，不想因为一点事情就轻易放弃感情。聪明的人会利用这样他们重感情，慢慢升级关系，先从朋友的身份建立感情，然后通过一些技巧重建信任。但是做朋友时间不宜过长，以防最后你深陷朋友的困局，最终成为对方的备胎。因为你要学会在适当的时候升级关系，可以通过制造危机感和失去感，让对方着急，从而升温感情。4. 关注你最近的生活。分手的人一定是痛苦，哪怕是那个主动分手的人。如果分手以后，他经常通过各种途径打听你最近的生活，那他一定是放不下你。比如通过微博偷偷观察你的动态，通过网易云看你最近喜欢的歌曲，通过朋友打听你最近的感情生活。当他知道你有新的感情，或者跟身边异性走得太近时，他一定会吃醋，甚至跟你生气。这些行为都是占有欲在作祟。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心里很在乎你，他还没有做好要离开你的准备。可能他在等你主动开口，也可能他在等一个台阶和等一个你想复合的信号。爱情中有苦就有甜，没有谁的感情都是一帆风顺。突然的离开很容易，但是彻底的离开却还是犹豫不决。如果一个人开始有意无意关注你，那你就要学会珍惜这个人。5. 双方能保持平稳的沟通。刚分手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都会情绪激动，所以单单凭借分手后的表现，往往看不出对方喜欢你还是讨厌你。分手一段时间后，反而更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很多人分手之后难免会埋怨对方，指责对方没有珍惜感情。一个愿意心平气和跟你沟通的人，起码不是讨厌你。在经过一段冷静的时间之后，他愿意给你一个解释的机会，聊一聊你们之间的感情，这就是意味着他真的在给你机会。很多脾气很急或者性格果断的人，他主动沟通就是在给你们的感情一个台阶。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愿意跟你平稳的沟通，有可能是真的已经放下你的所作所为，不再让他产生太多的情绪波动，而你也只是他曾经爱过的人，仅此而已。当然，女人释放的所有的信号都是一种猜测，具体的复合还要根据对方的性格、你们的感情基础、分手原因等等综合判断，不是你简单的以为他愿意跟你复合，你就可以轻而易举的复合。如果复合的时候把握不好节奏，很可能会导致前任更加厌恶你。所以复合时一定要看根据实际情况，用对方法，把握节奏。复合从来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也从来没有一套直接套用的复合技巧，很多都需要我们随机应变。如果你一直跟前任纠缠不清，你们的关系始终无法破冰，并且他对你的态度已经越来越糟糕了，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追回对方。关注老哥，点赞加收藏，私信我帮你判断分手类型，然后制定相对于的复合方案。